黑色的身影很快就找不到了，蓝湛觉得心里有点空落落的。等会儿会出来的吧？蓝湛安慰自己，于是定定神，坐到电脑前，开始今天的工作。回过神时已经是12点了。蓝湛其实不是很饿，但他一定会准时用餐。一早上无限都没有出现过。他对着早上无限跑走的方向喊了一句：“无限。”没有猫理他。蓝湛稍放大了一点声音：“无限。”窗帘下面微微一动。蓝湛动作尽量轻地走过去，又轻手轻脚地拉开窗帘，果然看见了一个黑色的毛团。无限明明看见他了，却把头转过去，不肯看蓝湛。这是生气了。蓝湛心里想着，去吃饭好不好？蓝湛伸手想摸摸无限，谁想无限竟然一个纵身跳到地上，躲过了蓝湛的手，安安稳稳落了地后，又转过身去，不肯看蓝湛，只留给蓝湛一个尾巴不停地在地上抽啊抽的背影。蓝湛一时不知所措，他没有哄过小孩子，更没有哄过生气的小孩子。无限现在可不就是个小孩吗？他想了想，开口道：“以后不叫你起床了。”黑猫的耳朵动了动。蓝湛见状，继续说道：“你想睡到几时就睡到几时。”无限终于转过了头，圆圆的眼睛定定地看着蓝湛，好像在质问他是不是真的。蓝湛叹了口气，把无限抱起来：“真的。现在去吃饭吧。”无限乖巧地咪了一声。第二天蓝湛果真没去叫无限起床，于是无限就在他的猫窝里睡得天昏地暗。不知道几点，无限终于爬了起来。他抖了抖猫身，跳出猫窝，看见蓝湛在不远处的一个单面发光的竖板前专注地拿笔画着什么。无限精神抖擞的几步窜过去，然后抱住蓝湛的大腿往上爬，结果爬到一半，爬不动了，掉在那不动了。蓝湛当然早有察觉，他只好放下压杆笔，把椅子退了半格，然后俯身把无限抱起来放在了腿上。无限扒着他人立起来，蓝湛看着他，和那双眼睛对上视线，无限就欢欣鼓舞地对着他大声喵了一声，嘴角是上扬的，像是在笑，就像个一早上起来喊着早上好然后要抱抱的孩子。蓝湛心里又悄悄地叹了口气，他真是拿无限一点办法都没有。早上好，无限。蓝湛在认真工作，无限在他腿上睡觉，非常安静而和平。门铃响了，蓝湛手中的动作不停，无限在他腿上微微动了动耳朵。蓝湛画完手上这一笔后终于停了下来，然后安抚地摸摸还没有醒过来的势头的无限，把他轻轻地抱起来，然后原位放到椅子上，自己起身去开门。这个时间，蓝湛看了看表，下午3点，不知道来的是谁。蓝湛走到门前，低声问道：“哪位？”蓝前辈，我是蓝思追，姑苏蓝氏工作室的小辈们。蓝湛心中自有了思量，兰花那时便说过的，蓝家小辈可能会来，果不其然。蓝湛动作轻缓地打开了门，没有发出一点吵闹的声音。门一开，外面果然齐刷刷站着几个蓝家的小辈，蓝思追、蓝景怡站在前面。韩光君好，打扰了。他们齐声问好。蓝湛立刻便皱了眉，噤声。那几个小辈们便再不敢发出一点声音，连进门换鞋都轻手轻脚。蓝思追心想，都说韩光君为人最是严肃雅正，一丝不苟，真是没说错，这稍大声一点都是不允许的。然后他就看到了在韩光君办公桌前的椅子上睡着的无限。蓝思追恍惚间意识到了什么，但他很快告诉自己，这不可能吧，韩光君那么一丝不苟的人，怎么会是因为这才？这时蓝湛开口了，声音还是放得很轻：“有什么事吗？”蓝思追定了定神，认真地答道：“有一个访谈节目对我们工作室做了一个采访，其中需要对韩光君您的一些采访内容。”见蓝湛皱了皱眉，蓝思追急急补上一句：“责务君已经协调过了，您不用露面。”闻言蓝湛微一颔首，不过仍是看着蓝思追。蓝思追心知这是蓝湛知道他们还有别的原因，不然只不过一个访谈而已，哪里用他们兴师动众的来这么多人。蓝思追于是有点不好意思地笑道：“而且我们几个知道你养了只美短之后已经惦记挺久了，今天正好过来看看。”蓝湛又微一颔首，然后便一直沉默着，片刻后察觉自己这样似乎有些不妥，便道：“那就先采访吧，
之后你们可以看看无限。蓝思追忙应好，然后他突然回过味来，韩光君家的猫叫无限啊，是个好名字呢。而且他有种不知从何而来的熟悉和亲近。蓝焕考虑到自家弟弟那寡言冷淡的性格，分配给韩光君的访谈任务本就不多，蓝湛又是个工作起来就极认真负责的人，于是很快便完成了访谈任务。无限听到些响动，加之蓝湛又不在了，很快便醒了过来。刚才采访的时候就一直很活泼的在旁边转来转去，往认真的蓝湛那边瞄，中途还试图蹭上去了一回，被蓝湛制止了，并示意无限先到旁边。于是完成访谈时，无限就在蓝湛的不远处眼巴巴地望着，而这时蓝家的一众小辈们也是眼巴巴地望着蓝湛。蓝湛沉默片刻，终于说道：“想去便去吧。”几个少年人欢呼着扑了过去，虽然欢呼只出口了一声，便被他们自己生生压了回去。韩光君在旁不敢放肆。无限眨巴着眼睛，看见这几个朝自己扑上来的不认识的人，灵巧地往后一跳，成功地让他们扑了个空。蓝思追这时拦住了情绪高涨的几位同伴，轻声道：“冷静点，不要吓到无限了，动作轻点。”几人一听有理，便放缓了动作，尽量轻柔地对黑色的美短伸出手。无限似乎也感觉到这群少年并无恶意，便也就顺从地让他们抚摸，时不时眨着他大大的圆眼睛看看正在抚摸自己的那位，硬生生把一群男孩子逼出了满背景的粉红小花。这时蓝思追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一只手握成拳，击向另一只手的手心，然后温柔地对黑色的猫咪说道：“你等一等哦，我给你带了东西。”蓝思追跑回自己的背包旁，从里面拿出来一个红色的东西，又小跑回无限旁边。蓝湛其实一直都在旁边看着，见状出声问道：“何物？”蓝思追有些腼腆地道：“是我自己给无限做的一个缎带结，因为泽无君提过无限是黑色的，我便用了红的布料。”说着举起手里红色的缎带结向蓝湛展示。蓝湛一怔，然后对他点了点头。蓝思追竟觉那颔首是带着几分赞扬的。总之韩光君这便是同意了，蓝思追便给无限戴上了红色的蝴蝶结。无限有点好奇地用爪子去拨这个系到自己脖子上的陌生的冰冰凉凉又滑滑的东西，非常可爱，很合适。几个少年一起点头表示赞同。点完了头才发现说那画的是韩光君，简直吓出一身冷汗。这次来访带来了一个意外。采访视频发布后，一大群人在下面评论，韩光君采访过程中出现的那只猫实在是太可爱了。蓝家众人吃了一惊，重放采访视频。因为蓝湛采访是不露脸的，但采访者提问时仍会拍摄。到韩光君回答时则只显示问答面板。这次采访内容正是蓝思追代劳的，采访地点就在蓝湛家里。